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9月29日星期一，佛历11月上初七，万象大雨，25到29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509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5基普，跌幅 0.02%。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66.31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1.25基普，跌幅 0.19%。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004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3基普，涨幅 0.1%。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上周五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420.76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0.48 点，跌幅 0.03%。开盘 1421.24 点，最高 1423.39 点，最低 1371.66 点。成交量22万2800股，成交金额3亿6694万45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730基普，交易量16万1500股，其次是老挝电力和中老证券。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730基普，交易额2亿7810万5000基普，其次是老挝电力和浦西开发。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4066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上涨37万基普，涨幅 0.92%。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9月24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53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375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832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驻老使节及国际组织聚焦金三角经济特区发展。会见驻老使节和国际组织会议于9月26日在波交省敦煌县金三角经济特区内的金木棉酒店举行，公安部副部长安温阿农努少将出席。金三角经济特区管委会代表报告称，该特区位于老挝、泰国、缅甸3国交界处，最初开发面积827公顷，特许经营期已从50年延长至99年。金三角经济特区董事会副主席高龙表示，经过18年发展，集团将继续严格遵守老挝法律，致力于产业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目前，特区内有约6万5千名来自30多个国籍的人员生活和工作，其中老挝籍和缅甸籍是主要群体，每年游客量达50万至60万人次。特区已成为老挝重要的收入来源。自2009年以来，特区已累计向国家预算缴纳8280亿基普。2. 老挝白俄罗斯深化多领域合作。老挝与白俄罗斯政府合作委员会第4次会议于9月24日至25日在万象举行。9月25日的全体会议由老挝财政部部长山地帕彭维汉和白俄罗斯开发银行行长谢尔盖斯塔利亚尔丘克共同主持。会议重点回顾并评估了第3次会议纪要的落实情况，涉及经济贸易、投资、工业、农业、银行金融、能源、卫生医药、科技、教育及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双方一致认为，过去合作已取得进展。会议期间，双方共签署了5份重要合作文件。3. 老挝9月通货膨胀率为 4.5%。老挝2025年9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和通货膨胀率为 4.5%。分商品和服务类别来看，通货膨胀率较高的类别如下：卫生保健和医药类上涨 12.9%， 自来水、电力和烹饪燃料类上涨 14.8%， 家庭用品类上涨 7.3%， 教育类上涨 9.7%， 餐饮和酒店类上涨 6.4%， 酒精和烟草类上涨 7%， 服装和鞋类上涨 7.3%， 娱乐和休闲类上涨 4.9%， 食物和非酒精饮料类上涨 1.9%， 通信和运输类上涨 3.3%， 其他商品和服务类上涨 18.2%。
4. 第4届老挝人唱中国歌比赛举行。由中国驻老挝文化中心主办的第4届老挝人唱中国歌歌唱比赛初赛于9月27日举行，活动主题为澜沧江湄公河之声。本届比赛从8月22日开始报名，经过多轮选拔，最终有12名选手从58名选手中脱颖而出，成功晋级总决赛。总决赛定于10月24日晚6点在国家文化宫举行。比赛设置了丰厚的奖金，主办方邀请公众免费前往观看。5. 琅勃拉邦举办世界狂犬病日活动，免费为宠物接种疫苗。9月26日，琅勃拉邦省举行了世界狂犬病日庆祝活动，由省农林环境厅厅长赛彭占图马主持，吸引了许多携带宠物狗猫的民众参加。厅长指出，老挝 80% 的民众生活涉及畜牧业，人畜密切接触使狂犬病风险高。2012年至2023年9月，老挝有318人被狗咬伤，造成59人死亡。世界狂犬病日设在9月28日，以纪念狂犬病疫苗发明者路易巴斯德的诞辰。在活动现场，兽医为民众带来的狗和猫提供了免费的狂犬病疫苗接种服务。省畜牧渔业处的兽医团队后续还将为不便移动的动物提供上门接种服务，以期控制狂犬病疫情。6. 同享一轮民乐主题活动举行。中国驻老挝文化中心于9月25日在万象举办了2025年同享一轮民乐乐洒澜沧江湄公河老钟艺术表演活动。中国文化中心主任罗维健出席。此次活动是全球同享一轮民乐活动的一部分，旨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深化老中文明交流，并提前营造中秋节氛围。活动采取快闪形式，将老中两国的特色艺术表演带到老中铁路万象站和凯旋门公园。演出的节目包括老中两国独具特色的舞蹈，以及二胡演奏的活动主题曲《但愿人长久》。7. 万象快速公交专用车道隔离带将拆除，以缓解交通拥堵和民怨。为解决万象市严重的交通拥堵和社会对快速公交项目的大量投诉，老挝公共工程与运输部于9月26日发布通知，立即拆除已建成的快速公交专用车道隔离墩或路缘石。此次拆除涉及的路段包括凯山峰威汉大道至老挝国立大学沿线，以及塞塔提拉大道、苏发努冯大道、早市等多个交通要道。拆除后，快速公交专用车道将以交通标线代替隔离墩。通知指出，拆除工作必须迅速进行，以减轻对民众出行的影响。政府要求在万象市龙舟节和塔兰节等重大庆祝活动之前，全面完成隔离设施的移除工作。8. 沙耶武里轿车与摩托车相撞，1人重伤。沙耶武里省救援基金会报告，9月27日晚上9点半，在沙耶武里省沙耶武里县诺萨湾村路段，发生一起轿车与摩托车相撞的交通事故。救援队赶到现场进行检查时，发现一名男性伤者，初步伤情是左腿2处骨折，并有大面积开放性伤口。救援人员立即向伤者提供援助，并将其送往沙耶武里省医院进行救治。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